昨天，也就是7月17号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数据啊，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是稳中向好啊。我觉得稳中向好啊，可以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专有名词，因为他们公布的所有的数据永远都是稳中向好，永远也见不到稳中向差啊。多年前啊，我曾经采访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姚景元，当时这个姚景元啊，热衷于接受媒体采访，经常到我们央视啊。我们就问他俩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统计这个数据啊，是不是有两套啊？一套是给我们老百姓看的，另外一套呢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的啊。因为你可能考虑到我们老百姓啊，接受真实信息的能力比较有限嘛，经受不起真实数据的考验，所以呢，你们故意给我们搞两套数据呢？这第一个问题。当然后面这些我们没问，只问了前面那个问题啊。第二呢，就是说有人把你称之为总化妆师，不管你叫总经济师，你怎么看啊？当时他在节目中间就对着我们乐啊，他不愿意回答啊，但是他其实乐也是一种答案嘛。这说明什么？就说明中国的统计数据确确实实啊，它有些水分。这个水分呢，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啊。第一个就是有些数据的确经过了修饰，就是公布到公众面前的啊，并不是它真实统计的数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统计口径啊和统计样本方面的修饰，这个里头学问就大了啊。我原先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叫《统计数据会骗人》。同样一组统计数据，你经过不同的统计方式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你没有经过学习的话，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就破解这个统计数据背后的秘密啊，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就拿今年公布的上半年这个数据来讲，比如说上半年的 GDP 增长达到了5.5%，这数据很喜人吧，稳中向好。但是如果你纵向对比一下啊，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短短5年的时间，中国的 GDP 增速大概已经从7%到8%下降到了5%到6%，也就是说下降了2%到2.5%之间。这明明是稳中向差啊，怎么是稳中向好呢？但是它不给你进行纵向统计了，不给你进行纵向对比了，所以你就永远看不到那个稳中向差的数据。第二，你比如说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啊，跟去年同时期相比，同比啊增长了6.5%，这数据一看是不是也特别喜人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去年第二季度的 GDP 的增幅只有0.4%，因为去年第二季度干什么？全国各地都在封城啊、转运啊、搞核酸啊，谁要搞生产建设啊？所以去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近乎于停滞。所以现在这个6.5%是在一个近乎于停滞的基数上增长了6.5%，所以你看起来6.5%很高，实际上很低，它低于国际投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普遍预期。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国家统计局它就只会公布跟去年的同比，它不会告诉你跟国际投行之间的预期啊，中国是明显低于预期值的。这就是通过统计口径啊的改变啊，营造一种刻意的这种稳中向好的印象。因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啊，它肩负着这么一个职能啊，不仅仅是公布一个真实的数据，还有一个安抚老百姓的情绪啊，论述伟大祖国啊经济发展啊前途一片光明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我们把它叫总化妆师吗？不是总经济师吗？按道理来讲，你的经济数据不是应该是客观的吗？按道理来讲，你这个数据应该是真实反映经济运行的情况吗？不是，在中国，它有很大的程度是起到了宣传功能。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里，你必须经过再次分析，你才能仔细看到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你如果不把这些数据啊进行再分析的话，你经常会陷入到一头雾里的这种状态啊。今天啊，我想就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里聊一聊这个数据中间的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内容，就是青年失业率。这次这个数据啊，青年失业率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啊，达到了21.3%，这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啊。这个数字啊，你看，如果跟你对比一下啊，全口径的人员的失业率啊是5.3%，这个还不算离谱啊。但是青年失业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这是我今天想要分析的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想，上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从毕业开始到现在面试了，现在已经有50多家公司了，有的公司甚至是实习期1份工资都没有的，而且不能转正。就好像我上过大学，我就必须要找一份体面很高等的工作，我就很了不起。结果现实中的落差大到我感觉自己都要抑郁了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中国的失业率青年失业率是怎么统计的啊？每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在全国选取34万个样本，这34万个样本中间呢，其中25万个是城镇家庭，9万个是农村家庭，然后统计这些家庭中间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就业率的情况，就得出来了一个失业率的状况和青年失业率的这2组数字啊。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明显低估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显失真的。为什么呢？首先中国的失业率只统计城镇的，不统计农村的。农村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到城市里从事工业生产，它是中国工业生产线上的一员，但是它在中国的失业率统计上从来被当作零，既不进入到分母，也不进入到分子，所以中国的农民其实是非常可怜的。没有工作了你就回农村去。中国的这个统计报表认为，每一个农民呢，因为你家里有土地，所以你回去之后不存在失业。但其实这个理由非常可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的农民以自己家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工作或者主要工作意愿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只要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头找到工作，大多数人都愿意到生产线去工作。所以按道理来讲，他们有工作意愿又找不到工作的话，就应该统计到失业率。但是中国的统计报表里头，首先把所有的农民排除在外了。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这就是统计失真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什么叫失业？失业中国有一个非常可笑的数字，也就是说1周之内，你如果工作1小时，这就不算失业了。比如说你去卖了1个小时的外卖，或者说你在那闲鱼网上你做了一点什么小本生意这个就不算失业。但是你想想，1周只工作1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这叫就业吗？我们比较一下全世界其他的这样的统计口径美国是你每周工作15个小时才算就业，法国是每周工作20个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工作15个小时的？这个标准是怎么制定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它是根据美国联邦的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就是1个小时大概是7.28元，然后呢乘以15小时你每周如果用15个小时工作的话，差不多你1周可以收入108到110美金。那这108到110美金大致你购买的食品够你基本生活，所以它就叫基本就业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你挣的钱够你吃的，不够你其他的，你饿不死。应该说这个标准也不高嘛，对吧？但是中国你看怎么制定这个就业标准呢？就是你每周工作1小时，但是我们可以算一下，每周工作1小时，你能养活自己吗？你别说养活自己了，你够吃饭吗？你显然是不够。那我们统计就业率、失业率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说你这个人就业了，应该指的是你就业之后从事的工作可以最起码养活你自己，最起码让你不会饿死吗？但是你1周只工作1个小时，那还不得照样饿死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统计口径本身实际上就极其可笑。第3个方面就是什么叫做失业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你得有所谓的就业意愿，然后呢政府还得认定你为有就业意愿，然后你没有工作，这个才叫失业。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可笑的例子这个我前年的时候不是回一趟国吗？回国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失业的，因为当时疫情期间不是有个政策吗？说你失业了可以领失业救济金。然后呢，我就到北京市那个社保那个 APP 上去登记，我说我就失业了，我已经2年没工作了，你给我发点失业救济金呗。结果提交完申请之后，他说你不失业，你不符合失业的标准。于是呢，我就没失业，于是呢，我就领不到失业救济金。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的失业保险是最可笑的。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就业的时候每个人每个月要缴纳0.5%的失业保险，然后呢，单位还要缴纳1.5%，这个比例不高不低
但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失业保险金的支付比例极其低，每年都是以滚雪球的数字在增长。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失业认定率非常非常低。你要想通过认定你失业了拿到失业保险，那几乎不可能。所以你认定的标准的严苛程度，也导致了所谓的这个失业数字也非常低。所以中国的失业率长期以来数据就严重失真的。对于大学生这个领域来说这失真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大学生要毕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求你要跟第三方签协议，然后才让你领毕业证。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大规模的数据造假。所有的学校你看的吗？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学生这样的抱怨辅导员老师系里给你发的这样的通知都要求你要去签第三方协议去，你如果没签就不让你领证嘛。那这个造假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一方面这好的大学给人感觉这个面子比较好看，另外一方面就是当地的劳动部门给这些大学下的指标，就是你必须达到一定的就业率，你不达到一定的就业率它有的就会对这个大学进行处罚。比如说有的是规定你的院系就要撤销，所以大学跟当地政府部门共同完成了这个数据造假的工作，这导致了中国的大学生的实际失业率要远远高于统计数据。但即便如此那现在已经达到了21.3%。前几天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中国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的统计报表。这中间专门探讨了中国大学生的这个失业率的状况它的统计显示，中国现在青年失业率中间，每3个人中间就有2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中有42%受过本科教育的。那也就是说，现在是学历越高，在中国就业越难，这是在中国的一个客观现实。这两天成都高新区各个街道不是在招人嘛，然后我昨天也去报名了。我刚一进去，那个场面直接把我给震撼到了。那么大一个会议厅里面坐的全是人，我们那一排坐了6个人，一个985，一个211，其他4个普通本科，到手的工资每个月只有2500。然后那儿的工作人员还说，下一次的话，他们不想要那么多人去报名了，他们要把他们的那个门槛提高到研究生，这样人就会少很多了。真的好可怕呀！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街道一个办事人员，工资只有2500，每个月到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学历越高就业状况越难，然后学历越高越失业呢？尤其是大学生现在是毕业即失业呢？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觉得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显然是大学生太多了。今年大学生的毕业人数是1150万，这1150万即将是在今年的7月份进入中国的就业市场。但是去年退休的人数只有755万，而这755万中间的白领人数大概只有14%，大多数都来自于这制造业服务业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退出来的岗位有限，只有755万，但新增的大学生要求职的呢，这有1150万，这中间差额就有400万了。而且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受过高等教育以后你肯定是希望能够从事一个白领的工作嘛，你肯定不希望去送外卖嘛，你肯定是不希望你去做一般的那个体力劳动嘛，对吧？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结构差，就是这些大学生想要求职的那个岗位跟市场中间能够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的差，这个缺口，这个是中国的高校扩张带来的。要是我没上过大学就好了。如果我没上过大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当服务员。可是我上了大学，拉不下脸。如果我没上大学，就可以找一个没有学历门槛的工作，不用像现在这样进退两难。我真的很想当美甲师，可是我都读到硕士了，家里人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心里话，你说中国是不是需要这么大数量的大学生？其实这是打着一个问号的。但是前些年由于高校扩张也可以带来拉动内需嘛，所以其实大量的毕业生全部进入到高校了。但是进入到高校以后，也拉高了这些年轻人本身的就业预期。过去他可能愿意从事蓝领工作，但是现在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呢，他更愿意从事白领，但没有那么多白领工作怎么办呢？那么这些人就成为了就业市场中等待就业的人。
当然，这里头可能还有一个中国的确实特殊的情况啊，因为中国的家庭啊，对于年轻人就业的第一次就业都比较重视，所以多数家庭都愿意支持这些学生啊，用2、3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较好的工作，并不着急让这些学生马上就业。如果找不到好工作的话啊，你比如说鼓励这些学生去考研或者是考公务员，但是考研或者考公务员的话，就会导致延迟就业。现在统计呢，在考研和考公务员的这个领域，每年沉淀大概500万人，那这个数额是非常大的，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就即便是你考研、考公务员没考上啊，很多家庭也会资助学生在2、3年的时间内去寻找工作，这是在中国极其特殊的一个情况啊。考虑一些少林寺给你开的条件，一旦你被少林寺正式录用，五险一金，第1年底薪至少8万，且有香火提成。有些同学一听两眼放光，老师，今天晚上我就去少林寺。你不要冲动，现在少林寺招人要求非常高，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括弧研究生优先）。下午看见我老家青城山还在招出家道士，结果一点进去一看，也不要30、5岁以上的。这是我的毕业论文，还有我的硕士学位证书。第3个方面啊，能够容纳就业人口的几个重要的行业都出了问题。有统计表明啊，中国容纳就业人口最大的这个行业有3个，第一个是互联网，第2是房地产，第3是教培。这3个行业合并加在一起啊，容纳了中国青年就业中间的56%，一半以上啊，就这3个行业。但这3个行业，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3年啊，都基本上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首先是互联网，这几年已经被整得差不多了。阿里罚钱，腾讯罚钱，然后那个游戏牌照怎么整顿，然后整个这个市场中间啊都在重新洗牌。那么洗牌的结果就导致了这些企业面临2个问题。第一个，市场预期变了，他们过去认为这个市场是永远高增长的。再一个，对于一个增长性的企业来讲，他就愿意招收新大学生。但于他预期一变啊，一般的企业自保的方式，首先是停止招生大学生，然后再不好才会辞退老员工嘛。那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呢，这些行业本身预期发生了变化。第2，的确是这个行业的增长逻辑也变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阿里啊、腾讯啊，现在的财务报表跟前几年相比，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阿里的股价现在已经跌回到上市之初那个水平了啊。所以这个行业对新大学生的这个容纳力下降了。第2个方面，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啊，它的这个就业容纳力也非常强。但是过去的2、3年就可以看一下，中国的房价一直在跌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数据啊，就中国的家庭储蓄过程中间的贷款利率、存贷比例啊，在过去3年明显下跌。那为什么？那就说明啊，人们买房的意愿在下降，然后呢，更愿意去存款嘛。当这个买房意愿下降啊，更愿意去存款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房价下跌。前几天大家不都看了吗？那有很多地方买房送首付，你只要是付贷款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啊，就是说房价下降了20%，然后开发商给你搞了一个游戏，让你自己直接去买房。那这导致了这个行业对新纳入的大学生的容纳力也在下降啊。第3个方面，教培。教培行业实际上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教培行业过去几年也在不断的清理整顿啊。那么清理整顿之后游离出来的这个失业人口，据统计啊，已经超过了240万。作为一个英语老师，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就你现在很难找到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那么一方面游离出这么多的人口，另外一方面你过去本来还可以容纳大学生就业，那导致啊这几个行业共同的特点，就使得这个大学生的就业这个容纳力在大大下降，这是一个方面。第4个方面就是 GDP 的降速啊，导致啊这个整个就业形势的这个严峻。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中国的 GDP 啊，从2018年到现在5年的时间，大概降低了2%到2.5%啊。
这有统计表明啊 ，GDP 每下降1%啊，差不多就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那你下降25%啊，2.5啊，那也就意味着每年你要减少250万的就业人口。那你这个大学生的人数在增长，但是呢，你的能够容纳的就业人口在下降嘛？那这个呢，实际上这一减一增，也就使得就业变得无比严峻啊。基本上能够达到100%，但是薪资就不像我们外界传言的那么高。录取分数线已经连续3年都超过了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从20年之后，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的人数有了急剧的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啊，就是 GDP 的下降在大学生失业率的贡献率超过了30%。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指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失业率啊，在过去的3年其实也不是一个平稳的曲线，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迅速的下跌，然后呢又增长，因为中国过了一点好日子嘛，就是2020年底嘛，上涨之后呢又再次下跌，这次呢又继续上升。那也就是说，这次的失业率的攀升，你可以跟一个什么数据进行对比呢？就是跟最近美国公布的就是中国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数据相比。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中国现在已经从美国第一大商品进口国下跌了，变了，不是了。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出现的第一次啊！而且你看中国的出口数据，你可以看一下啊，就中国对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所有的出口数据通通在下降。然后呢，只有对俄罗斯的在上升啊，因为俄罗斯嘛是中国现在的亲儿子啊，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但是对日本啊、对欧洲啊、对美国都在下降，而且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的出口也在下降。那这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中国的外贸环境在恶化。那么也有人统计了啊，由于这个出口数据的下降啊，给整个中国 GDP 的降幅这个贡献的比例大概是2%左右。那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外贸出口到底是经济本身经济竞争力不行了，还是因为我们的外交环境、政治环境改变了导致的？如果要是前者，那我们需要苦练内功啊，增加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啊。但是如果是后者，那不就是瞎折腾导致的吗？那么在我看来啊，其实中国经济的外贸出口的形势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的外交上四处树敌嘛，导致国际社会现在跟中国虽然不能脱钩，也要去风险化。去风险化怎么办？那实际上适当减少中国产品出口的比例嘛。美国现在最显著啊。那由此导致的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降速，由此传递出来的就是中国青年的失业率。风起于清平之末啊，中国的经济说句心里话，完全靠内需，完全靠自己的消费，实际上是拉动不起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外贸环境跟全世界和平共处经济共荣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往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不能实现的话，那将来的苦日子还在后面呢。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毕业开始到这个面试了，将近有50多家公司了，有的公司甚至是实习期1份工资都没有的，而且不能转正，给我现实中的落差大到我感觉自己都要抑郁了一样。作为一个英语老师，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就你现在很难找到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有一份工作就好好珍惜这份工作，不要轻易去跳槽，真的会很容易让你连饭都没得吃，真的是很吓人。